这个镯子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儿的标志。尊上，尊上，秦柔姑娘突然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快！她这几天一直这样吗？是的，尊上，秦柔姑娘已经接连几天都不进食了，而且每日以泪洗面。就在我刚才给秦柔姑娘送粥的时候，就发现秦柔姑娘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混账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属下该死，姑娘从来不与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她的身体状况。算了，快去准备些热水，顺便把我采来的天山雪莲取来做药引。是，尊上。青柔，青柔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青柔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青柔。尊上，你已经3天没有合眼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娘娘，双儿一直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姐姐但说无妨，你我之间就不要见外了。此事是关乎皇上和皇后娘娘的，我也是思虑多日，也未敢言语。如今见到皇后娘娘为了皇上都憔悴至此，就想着，哪怕是我被降罪，我也一定要告诉皇后娘娘。姐姐，以你我2人在宫中的关系，我又怎么会降罪于你呢？既然关系到我和皇上，就还请姐姐速速到来吧。娘娘，原来皇上一直在暗中查找尹晴柔的下落，为了此事，不惜动用了御林军，说是一定要找到尹晴柔，而且说一定要秘密进行，
瞒着皇后娘娘。什么？真的有这样的事？千真万确。本来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，想着皇上怎么可能还对尹晴柔不死心。如今见到娘娘您这样，却也觉得这件事又真了几分，所以才不得不跟您说的。娘娘，您可要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呢。皇上对那尹晴柔余情未了，我又能怎样呢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尹晴柔也是趁娘娘您不在的时候趁虚而入啊。娘娘，只要您抓住了皇上的心，那皇上必会回心转意。相信娘娘，您是最好的。可是我要怎样才能抓住皇上的心呢？况且，他从来就没有和我……皇上至今还未和娘娘行房吗？这个也不难，我这儿有一些西域传来的迷情之药，娘娘若愿意，双儿大可为娘娘献上。你说的那些药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妹妹，我们两个关起门来说悄悄话，又有谁知道？如果这件事真能为妹妹抓住皇上的心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如果你不尝试的话，等皇上找到了尹晴柔，那一切就晚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也不知道这晴柔姑娘有什么好的，能让尊上如此舍命相待。哎，居然为了晴柔姑娘亲自施药。什么？尊上竟然为了晴柔姑娘连命都不要了吗？那雪莲一旦运用不当，可就是剧毒啊，会致命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可是这晴柔姑娘对尊上一直是不冷不热的，我真是替尊上可惜呀。都不愿意欣慰我，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他了吗？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无奈。身为亡国皇子，他身上背负的重担也确实太多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来送夜宵了。朕不饿，让她回去吧。哎呦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刚刚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公公的通传，臣妾又担心着宵夜凉了，所以就自己进来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罢了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把她放下吧。朕现在不饿，饿了自然会吃。还请皇上先用餐后再处理朝政吧。也罢，拿上来吧。传太医来。
还不快去！是。娘娘，都是我的错，不管娘娘怎么惩罚我，我都心甘情愿承受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你何错之有呢？错的是我，以为这样就能获得皇上的垂怜。娘娘，不可太过伤心。此计不成，咱们再找下次机会嘛。不会了，不会再有机会了。皇上现在心里只有尹清柔，不会再有我的位置了。又是那个尹清柔，皇上对她果然不死心。昨日，我听说尹清柔那边已经有了消息，皇上不日就会接她回来。恐怕什么？这尹清柔诡计多端，手段厉害，恐怕她会向皇上要后宫之主一位啊！到时候，她敢！不瞒娘娘，这个尹清柔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她分明就是个妖女。娘娘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瘟疫的事？全天下的大夫都束手无策，为什么偏偏是她尹清柔能够终止瘟疫呢？后又被举国称为大英雄，娘娘，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依我看，这尹清柔分明就是使了什么妖术，让所有人都患病，然后又假装好人去医治，以此来获得皇上的欢心呢。如此说来，我绝不能让这个妖女再回来。娘娘说的极是，一定不能让她回来，否则不光是后宫，就连整个朝廷都会被她搞得天翻地覆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阻止皇上。皇上，
今日这天气晴朗，您看这宫里的百花都盛开了。参见皇上。跑什么呀？慌慌张张的，不知道这皇宫里头不能乱跑吗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还请皇上恕罪，是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不慎扭伤了脚，奴婢是着急去传太医，才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她扭伤了脚，有大碍吗？皇上，要不要去看望？你说吧。皇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吗？我可是历历在目。我自小认识你以来，心里便已有所属。此生非皇上不嫁。
轻柔，轻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在取笑我，还是在生分我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来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见大家都叫你尊上，可是你不是我尹晴柔的尊上，所以我就叫你一声公主。我们之间不用这样吧？不管别人怎么叫我，你还是叫我独孤吧。小的可不敢，万一说错了话，那岂不是要身首异处啊？你呀，看来你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都开始说笑话了。身体是好很多了，谢谢你。不过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你身为前朝皇子，又悉心经营着明月宫，权力之大，地位之高，已经不是我能随意冒犯的。在外人看来，我独孤拥有着华丽的外表，可有多少人能知道，在华丽外表之后，有多少心酸呢？当年国破家亡，祖母带着我父亲浪迹天涯，天下之大，却没有一个他们容身的地方。堂堂皇后之尊，却要与下人一样，洗衣做饭，每天干着粗活累活。直到我继承了复国使命的那一刻，我们独孤氏的财力才慢慢有所好转。可是为了复国，我从小就开始勤练武功，还有学习拳术之道。每日活着的理由，除了复国还是复国。我的心也变得像这地宫一样阴冷灰暗，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。可是，就在那日我遇到你，当我看见你肆无忌惮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美好事情的。那天起，我才感受到真正的快乐。可我是个不祥之人，跟我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独孤不管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只愿和你浪迹天涯，相濡以沫。独孤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的心思我全部都明白，只是我……好，没事的，青柔，我会等你，等你心里有我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走。这江南河水泛滥之事，就交给爱卿处理吧。切记尽快安抚灾民，重建村落。遵旨。皇上，御林军统领尹浩求见。快传。是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如何？有消息了吗？臣多日打探，不负皇上厚望，已有消息。快说。确实有人看见晴柔姑娘往东边方向去了，据说是名山方向。
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！像在我们家乡那边啊，想要呼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，那可真是不容易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。虽然你欺骗我在先，但你也有你的难言之隐，而且你3番5次的救了我。你要是答应，以后不再去做害人的事情，我就答应你，一直留在这儿。你真的愿意一直在这里陪着我，永远都不离开这里吗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发现我更需要的是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生活。这里挺适合我的，所以，独孤，我希望我们现在只做普通的朋友，就像以前那样，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的，好吗？好，青柔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一定会让你开心的。哎，你看，那花多漂亮！皇上，孔双双有事要报。不见。可他说好像是晴柔姑娘有音讯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可知道晴柔的去向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是独孤园救走了晴柔。你说什么？独孤园对晴柔其实一直都有意，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，一直离间你二人。包括谢言辰，都是他的棋子。他一直都在利用我，先是把我放在谢言辰身边，后又教唆谢言辰把我送到你的府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如今，他见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想要抛下我，就像抛弃一颗弃子一样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！给朕滚出去！皇上，双儿所说句句属实。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抓到独孤园，当面问问清楚。滚！独孤园。不行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是你叫我出来晨运的，怎么，才走了1个山头，你就不行了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是习武之人，你走3个山头都没关系。好吧，既然累了，那你就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再走。能不能不走了？我身体还没好呢。让你每天徒步行走，就是为了锻炼，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。再坚持一下嘛。好吧。我把药材都放在这个镯子里面，只要你每天带着它，身体一定会好得快一些的。药材还能放进镯子里？第一次听说哎。这可是我们明炼宫的独门绝技。那你们明炼宫的绝技还挺奇葩啊。奇葩？奇特，可恶！青柔，这个镯子你可一定要收好，只要你带着它，就能让明炼宫所有人都听你的号令，他们拼了性命都会保你周全。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，你都可以随时号令明炼宫上下。
是哀家糊涂，听信了谗言。哀家对不起琪儿，更对不起晨儿啊！若不是哀家，晨儿也不会一时糊涂铸成大错，被贬为庶民，流落在外呀。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错。好在琪儿她是个好孩子，相信她将来也一定是一位好皇帝。皇上，查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那名山脚下，藏于明恋宫中。难怪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。果然是明恋宫中的人。你可还查到别的？回皇上，明恋宫虽然是近些年才在江湖上崛起，但是实力不俗。尤其是明恋宫的公主，据说她的武功高强，神出鬼没。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实面目。倘若真是那独孤元劫走了青柔，那他就是明恋宫中的人。可还不止，明恋宫公主平日喜欢吹箫，一支雨箫能摄人心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独孤元就是明恋宫的公主？是。好你个独孤元呐！藏匿于朕身边多年，朕却毫无察觉。究竟意欲何为？皇上可还记得独孤元曾和你说过他的身世？朕还记得，他说他一家人被奸人所害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莫非朕就是他的仇人？可朕并没有做过杀人灭门的恶行啊！皇上的确是没做过，可先皇先祖们呢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据名山探子回报，他们曾抓到过明恋宫的人。言行之下，明恋宫的人说，里面居然想取皇上的性命，夺走江山社稷。照此说来，皇上已经知道明恋宫的位置了。不错，如果此次皇上决定攻打明恋宫，我想请命去做先锋。不妥，我觉得此时不是攻打明恋宫的时候。皇上刚登基不久，先应该稳住朝纲，而并非大兴武力。如果为了区一个江湖门派而动用了大量兵力，必将会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。四王爷虽然说的有理，但是恐怕皇上是非拿下不可。我知道，三嫂至今生死未卜，难免皇兄会急于攻打。其实我也想早点找到他，但是三哥已经登基，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，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了。四王爷不必过于担心，皇上他自有分寸。其他事情我不担心，可是事情一落到秦柔身上，他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。说来也是，你我一定要阻止皇上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当先锋。但愿我能劝得住吧。不会说，才不说，眼泪划过而我，你不曾我。臣弟参见皇兄。免了，来得正好，正有要事与你商议。皇兄说的可是讨伐明恋宫一事？你都知道了。皇兄，臣弟觉得讨伐明恋宫不用急在一时，
我们当务之急先要稳住朝纲。现在动用大量兵力，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。况且那明练公威震武林，讨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到那个时候，大量的死伤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皇兄，还请三思啊！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了，那就不必多说了，你走吧。皇兄还是听臣弟一句劝吧，明练公日后再除也不迟啊。不可，这独孤远既有复国之心，朕就留不得他。臣弟以为，皇兄这么急着去讨伐明练公，其实是为了秦柔，并非其他。朕没有。怎么没有？皇兄，你就是太要面子了。你害怕输给了独孤远，就失去了尊严。住口！我看你是太过放肆了。皇兄，你看你现在为了秦柔，你都失去理智了。你可是当今的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妄为呢？是朕要任性妄为吗？讨伐明练公绝其后患是任性吗？找回朕心爱的女子也是任性吗？朕若是任性，当初就不会做这个皇帝。皇兄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朕想静一静。臣遵旨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他说3天还，我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。你来啦！你快看我画的画。你画的，这是你祖父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丁老头。哎，你过来坐下，我来教你画，特别简单。丁老头？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我说3天还，他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，买了3根韭菜，花了3毛3。哼，简单粗暴吧？青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这段时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也很清楚。现在你的心里能容下我吗？独孤，你现在能不能不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如果回到最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会选择谢言齐吗？独孤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，净问一些不可能的事儿啊？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就是后悔药了。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。青柔，你今天为什么不戴镯子？我洗澡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，怕坏了。镯子是不怕水的，你还是戴着吧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好吧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世界还真奇妙啊，镯子还能治病。尊上，什么事？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帝已经派了官兵接近这里，可能近期就要攻打明练宫。终于来了，吩咐下去，做好应战准备。是。对了，还有，不要声张，一定不要让青柔发现有任何的异样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皇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今日，四弟来找过朕，劝朕不要讨伐明练宫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这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着想。
那皇上是答应了？真没有。但是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皇上，明炼宫是非罚不可的，若不趁早除掉，倘若日后他逐渐壮大了，若想再去讨伐，那可是难上加难了。可是朕也不能不顾朝臣的反对，一意孤行啊！皇上，留明炼宫必定后患无穷啊！若朝臣执意反对，臣妾愿以一己之力保我江山稳固。臣妾可以以死明志啊！皇上为何这样看着臣妾？朕记得，你以前性子一向谦和，而且从不理会朝事，为何偏偏今日对讨伐明炼宫一事如此上心，态度如此坚决？皇上也说了，那是臣妾以前呀。臣妾毕竟遭逢过巨变，方知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理，但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况且现在臣妾贵为皇后，理应为皇上分忧，为江山社稷尽忠。既然那明炼宫威胁到江山社稷和皇上的安危，臣妾就算是拼了性命，也愿为皇上除掉这个心腹大患。皇上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臣妾的心中，你是最重要的。也罢，不过随口一问，你无需如此伤心。不过，于公于私，这明炼宫，朕都留他不得。玉，独孤远，朕视你为知己多年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朕的吗？哼，谢延启，这就是你我的宿命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吧。哼，好啊，我也正想会会你呢。你们都听着，今日是我与独孤元二人之间的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出手。皇上，这是圣旨。是，臣遵旨。你们也都听好了，今天我要是死在他的剑下，我明炼宫从此绝迹江湖。你们保护好尹姑娘。是。朝廷陪杯围剿，皇帝御驾亲征，姑娘你快回去吧。皇上来了，那独孤元呢？尊上已在外迎战多时，他们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了。哎呀！这个镯子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儿的标志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置他？
皇上，地炉翻身，导致多处房屋倒塌，大片灾民受伤。除此之外，受震动影响，周边许多山体都有滑石的危险，还需多派些人手做预防准备。另外，粮草、药物也都成了眼下紧要的物品。皇上，内城受灾的房屋人数，臣连夜带人做了统计，这数目实在大得惊人。户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国库之中还有多少银两可供调用？启禀皇上，国库虽不至空虚，但边关军队向您发放在即，西北也有旱情，臣也颇为踌躇。命皇宫上下除太后以外，其他所有开销通通减半。若有商贾愿意低于市价出售粮食，那朕就不妨送他一副半丈长的锦服，以表荣耀。这商贾之中捐款捐物前3者，朕要设宴御花园，亲自召见他们，给他们一次面圣的机会。众爱卿，意下如何？皇上圣明。青柔，你的方法果然好。既然我都起了表率作用，他们还怎么好意思不捐些钱财出来呢？那是当然，而且这次还有皇上亲自接见呢，多大的荣耀！这样也就差不多了。什么赈灾晚会之类的，怕是那些老头一时也难以接受。这阿广也不在了，也没人陪我胡闹，我好可怜。不行不行，做正事严肃点。虽说这次能够平安归来，朕是借了地龙翻身的机会，但能把这灾后重建的事情处理得如此有条不紊，还是离不开你的帮助啊。兄台客气了。傻丫头。哎，大家都别挤了啊！每人都有，每人都有啊！每个人都有，来来来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大家每个人都有。哎，来来来，每人都有啊，都有都有。给我了，不要着急啊，男女都有啊。谢谢谢谢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别着急，来来来，我帮你，哎，给你。我真想不到，他谢延吉竟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看来我们想用天灾做文章，是不太容易了。这肯定都是那尹晴柔的主意。
绝不是那些低能的朝臣所想得出来的。尹晴荣，当下，虽然他们可以不在乎谣言，但他们总不能不在乎谢延琪的性命吧？要我看来，紧要关头，那半颗解药就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没错，容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这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这倒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。至于这半颗解药，那是我最后的筹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轻易使用的。那谢延吉乃95之尊，难道他就不能利用职权，调动天下名医，在1年内配出这解药吗？就算他能集天下名医，调天下资源，那又怎么样？恐怕他没这个时间了。这其中几味药，几十年一开花一结果。就算名医等得起，他谢延琪也等不起了。如今全天下能救他性命的，只有我这半颗解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的胆量倒真的不小，竟然还敢进宫。我来是想跟皇上谈一笔买卖。买卖？想必皇上也知道，你们所得到的不过是那半颗解药，而另外半颗在独孤远手中。自从地龙翻身以后，他独孤园的人力财力都已损失大半，如今也只相信我一个人，所以也只有我才能偷出那解药来。这就是你表达爱的方式吗？真不知道是该为独孤园伤心，还是该为自己笑。既然这样，你不妨说说交换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那15座城池。区区15座城池，对于皇上的性命来说，只不过是9牛1毛。他独孤园想要复国多年，已成魔咒，明炼宫就是他唯一的退路。可如今这明炼宫已经损毁大半，他所受的打击也不小。皇上，如果这时你给他几座城池，让他过一过土皇上的瘾，皇上的性命也就能保住了，而且还能和晴柔双宿双飞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真是异想天开，这半壁江山竟变为15座城池了。想法虽然天真，但你对独孤园也可谓是痴心一片了。想不到你如此自私寡情之人，竟然也会对他不离不弃，如此为他着想。不过妙手难医命中之人，佛陀难渡无缘众生。朕若命不该绝，自会化险为夷；而你们若是真有缘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明白你的心意。所以你的这个要求，朕是不会答应的。你走吧。皇上，皇上难道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了吗？朕的性命，朕自己会想办法。不过，朕看你倒也是个可怜之人。会一直以为得不到的东西是美好的，可你对独孤园毕竟了解太少。莫怪朕的提醒，当有一日，你有足够的时间与他相处了解之后，
你或许会发现，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朕最后还是要奉劝你一句，好自为之吧。皇上，请您考虑考虑。皇上，走，皇上，快走！皇上，皇上，近日城郊多地突发疫情，得病者浑身发热，并伴有伤风的症状。轻者需要卧床静养，重者则性命堪忧啊！此病传染特别迅速，一人得病传染一户，一户得病传染一村呐！从今日起，不论任何人来求见，都说我身体不适，不宜见客。是。那皇上呢？他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就算是他，我也不见。是。皇兄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坊间出现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尽快禀报你才是。讲。数日前，坊间出现了一群奇怪的道人，他们替那些患发热症死去的病人在家里开坛做法，送去符水，并且还不收钱。他们说什么万物皆为生灵，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行善积德。臣弟觉得此事蹊跷，所以前来禀报。送去的不是急需品，而是几碗符水，而且还不收银两。正是，这件事臣弟也觉得奇怪。他们那些道士嘴上虽然说不收钱财，但是那些百姓白白得到了好处，哪有不付出的？他们当中就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就到处宣扬功德。虽然说现在这些道士还没有什么大的动静，但是已经颇得人心了。我担心以后会有人从中钻空子。只凭几个道士几碗符水就能蛊惑人心，真是可笑啊！愚民啊，愚民！青柔，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最近呢也是听到了一些风声，说他们组织集会什么的，会上呢倒是没说什么反对朝廷的话，也就是祈福传教罢了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最近事态不太好，又发生了灾祸，人心难免会有所浮动，所以百姓就被他们借机蒙蔽喽。这也正是臣弟担心的地方。他们抹黑朝廷功绩是小事，但是以后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依靠，那就是大事。将来必定会蛊惑百姓，并大做文章。倘若此时把他们抓了起来，老百姓心中又肯定不满。真是棘手啊！这些日子就辛苦诸位道长了。为国分忧，为民祈福，我们只是替天行道而已，何谈辛苦啊？道长大仁大义，在下很是佩服。这是在下的心意，还望道长收下。
以后独孤就仰仗道长了。哎呀，独孤公子，您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收下了啊。这几日还望几位道长再辛苦一下。好说好说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告辞。慢走。谢延启，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对策？这些人既然能打着替天行道的招牌，干着心术不正的事，那就休怪朕不客气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这老天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亲爹娘。四弟，传我的旨意下去，将这些道士们都分散开，分别安置在我们的福济院中，让他们去施法祈福，每日与病患们同吃同住，让这些病患们也感受一下天恩浩荡。至于这些药物，还是要照常送去的，正好可以让太医们都回来歇上一些。想必这些道士们也一定是照顾病人的好手吧？啊？这也太狠毒了些。要我说啊，早就应该让他们尝尝被传染的滋味了。谁让他们总欺骗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们？冰块脸，不得不说，你此计呢，虽然有些腹黑，但确实称得上是有勇有谋啊。而且啊，你只要用心，肯定会是一个好皇上的。今日一计，实在是够！那是当然。冰块脸，冰块脸，冰块脸，你别吓我！怎么是你？独孤园呢？你来找独孤园，为什么？我本来不想跟你说什么的，可到了现在，我也不怕说给你听。贤齐的毒已经毒发多次了，太医说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接下来就是打起将至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样死了，所以我要来找独孤园，就是用我自己来换那半颗解药。贤齐为我牺牲那么多，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他死了。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会让你见独孤园？若是他见到你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虽然以前我瞧不起你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羡慕你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你爱的人能回应你的喜欢更让人幸福的？在那个世界，我是赢家；在这个世界，我是彻头彻尾的输家。易清柔，最后还是你赢了。叔叔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虽然我不喜欢，包括到现在我都对你喜欢不起来，但是喜欢一个人没有错。你对不起很多人，但你对得起独孤园，对得起你自己的心。你也欺骗过很多人，但你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的内心。叔叔，
经历了这么多，你依然对他不离不弃，你真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你走吧，那半颗解药我会帮你拿到，不要再来找他。我知道，他也翻不出太大的浪花，我会一直陪着他。相信有一天，他能看到我为他所做的一切。想不到有朝一日，他孔双双也会为了一个男人陷到尘埃里。贪生怕死的牛鼻子，收了我那么多的银两，就把事情办成这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我这里有一些首饰，放在我这儿也没什么用，你先拿去当了吧。毕竟处处都要花钱，你们出手也不能太过小气。我独孤远什么时候要靠一个女人典当首饰来过日子啊？